阳配落霞，金戈配铁马，我那爱恨配年华。月色映枝桠，狼烟映风沙，前世饮尽谁牵挂？千年之下，辗转繁华，此生为你放不下。思念如花，几度冬夏，我愿等候你脸颊。千年之下，辗转繁华，此生为你放不下。思念如花，几度冬夏，我愿等候你脸颊。我等缘分的回答。兄台，既然你对我有所指点，一定自有高招。我既然献计于将军，自然有办法，只是不知道将军是不是愿意。我当然愿意呀，只要能毁掉证据。那就借将军的身体用。这王子，马斯问新进的5匹宝马如何安置？安置？给我全杀了！魏狗！这区区小事，也要劳烦王子。将马厩收拾收拾，好生安置。是。王子如何生气，也不能让大军知道，那宝马是明赖献给大军的，王子怎么能给杀掉呢？哼，我当明叶峰怎么独自一人去白泽部？那就是父亲亲自受命的。那百诺是我母亲的家人，他让一个外人把他给除掉，你说我能心安吗？百诺勾结忧国，早就有反叛之心，一日不除，对王子恐怕也不利。他明叶峰既然把他给除掉了，就算是替咱们解决了一个隐患。可是现在整个白泽部都成了明叶峰的势力范围，白泽偏远，本不足虑。王子现在需要忧虑的是大军对明叶峰的器重。斜阳配落霞，金戈配铁马。草原真好，我好久都没有这么自由过了。大哥来了，你是不是就得？估计是待不下去了，真舍不得。前世饮尽谁牵挂？千
你会想我吗？怎么，又让我给你写家书啊？嗯。我要是想你了，我就会来找你的。那我等着你。拉钩。都多大了，还玩这种游戏？岁月尽白发，儿女一句话，惊了我几十年华。浊酒饮黄沙，思念映天涯。儿女应尽我牵挂，千年之下，辗转繁华，此生为你放不下。思念如花，几度冬夏。我恨你们狼族人！你脸颊，千年之下，辗转繁华，此生为你放少农，将军，百里红轩心思百转千回，继续派人盯着他。一直有人盯着，不敢怠慢。还有，那个百里弘毅也派人盯着。记住，有任何事情都回来告诉我。记住，任何事情。是。如今，红轩去历城已有数日，也不知是否顺利。这次红轩亲自前往历城，想是能够妥善解决。朕本来还在担心，历城苦寒，又在边境，万一狼族进犯起了冲突，洪寿若是受伤，我这当叔叔的不好向红轩交代。没想到狼族尚未生出事端来，倒是洪硕先惹出了麻烦。到底是少年心性。边境安稳才是好事。母后所言极是。狼族老大军如今年事已高，等他禅位后，不知继任者对我忧国会有何想法？母后是在担心狼族会来进犯。大敌当前，任何事都不能掉以轻心。如是说，那现在我大忧，该早做准备才是啊。思则有备，哀家也是防患未然。若真如此，皇帝可否思量出积极应对之策呀？母后无需担忧此事，我大忧人才济济，定可屡险如夷。百里氏和贺氏皆为我大忧国之栋梁。两家若能和睦相处，那便是我大忧国之幸事。如若两家总是互相猜忌，不能消除隔阂，等狼族羽翼丰满，公然进犯，你我孤儿寡母，又有谁能依靠呢？
你就是信使。白泽八音，恭候将军多时了。好。那明赖让你传什么口讯给我呀？原来不是信使，是刺客。万骑将军好身手啊！漂亮的刺客，我喜欢。八音是来联姻的，不仅是为了白泽部，更是为了八音自己。八音仰慕万骑将军，能够嫁给将军，是八音的心愿。可我也早有听闻，将军帐下不止八音一人，我不愿做随时可被替换的普通女子。都说明赖的妹妹年轻美貌，更有男子气度。今日一见，果不其然。八音喜欢将军，希望有朝一日，将军也能喜欢八音。陈福啊，你想跟我回邺城吗？你还是喜欢这里的，对不对？红玉，把东西收拾一下，跟我回去了。这么快就要回去了？还没玩够啊？知道了。侯爷，我这位大哥说让我走就让我走，你和我一起走吗？白夜兄弟，我看侯爷走了，我才赶来的。怎么了吗？我刚才都听到了，但是我不是偷听啊，我是无意间听到的。你真要跟侯爷走啊？为什么呀？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因为你是我好兄弟，我才告诉你的。其实吧，我是百里家的贴身侍卫，我从小就被卖到了百里家，所以你看，这不是大公子来了吗？他让我走，我就得走吧，懂了吗？啊，懂了。你要是走了，那统领怎么办啊？统领为了你什么都不顾，就去了那个玄冥祠。那个玄冥祠啊，真是阴森恐怖的很啊，好像没有尽头一样。那路走着走着就没有了。玄冥祠？一开始我不知道统领为什么要去那，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去救你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为了去那里，好不容易的，那里面有一个人长得跟死人一样，面色惨白，特别的吓人。但是说来也怪啊，那个人一开口就知道统领要，总之就是要救你。统领为了你，也是肝肠寸断。你要是走了，他肯定会伤心的。你听好了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统领，你千万不能让他冲动，不能让他犯浑，还有，你千万不许让他喝酒。他这个人一喝酒性子就变得急躁，你记住了吗？还有，他晚上睡觉怕冷，睡觉之前，你记得给他房间多加点炭，给他多加几床被褥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白衣兄弟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小侯，替我照顾好他。
差不多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你一个人在外多加小心啊。知道了，你们俩也保重。我交给你的东西，自己掂量。什么东西啊？路上我告诉你。那我走了，保重。保重啊！哎。大哥小心！大哥！贺阳，你疯了吗？百里侯爷，好久不见啊！你什么时候来了这边陲之地啊？贺阳，你要做什么？杀了你们！何瑶的剑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精进了？大哥，大哥，侯叔！百里洪硕，自从你来到历城，我便一直忍让。如今是你不知道感恩，就休怪我无情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你人
是安霆锋。大哥认识此人？有过一面之缘。他是一个捉妖师。安霆锋，百里侯爷，你为何会出现在历城？安某以捉妖为生。你说他是妖？此人非妖，但却被妖魔利用。看来他的怨念颇深啊，对你们3位恨之入骨。恨之入骨？此话怎讲？他身上中的妖气足以折寿10年。他为了想杀你们，把身体出卖给了妖。你说，对你们3位是不是恨之入骨啊？那他现在怎么办呀？我已去除他体内的妖气，他睡一觉便会醒来。他为什么要杀我们？为何想要杀3位，与安某无关。告辞。安霆锋，我找了你很久了。侯爷找我，是想问有关妖的事情吗？大哥，什么妖的事情啊？听闻百里侯爷天资绝顶，怎么连这些都想不明白啊？这个世上不仅有妖，还有神魔。众离绝地天通之前，神居于神山，人居于陆地，任何人神都可以通过剑幕来通往人间天庭。侯爷见识广博，岂会不曾听过，不曾看过？白民之南，剑幕之下，日中无影，忽而无响，盖天地之中也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人间只有人？妖和魔又在哪里？传说之中，剑幕长在西南，是连通天地之中心所在。后剑幕被颛顼的儿子仲和离切断，于是天和地之间的距离才越来越远，人和神之间才有了界限。而妖则不同，天地万物皆可成为妖。修炼深者则能幻化人形，道行不足者只能身居远山密林中。修炼越久，越能幻化自如，交替应酬，与常人无异。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妖，还和常人无异啊！百里红轩，安某要提点你一句：亚语现世，大乱将至。你说出现在我府上的是妖？心中之物，乃是眼前之物。此等道理，侯爷怎会不知？如果世上无妖，那捉妖师的存在又是为何？不过，在天地相分以后，众妖隐其身份，能见者甚少而已。至于侯爷为什么能看到妖，安某也想知道。或许有一天，你我便是同道中人。告辞。早啊，万骑将军。早啊，千筒将军。你不会等了我一宿吧？听闻白泽部有千灵坡，湖水浩瀚无际，山关景致醉人。如今看来，这千灵坡也是颇为养人呐。这是将军的第几位妻子？千筒将军，你不去率兵晨练，却有闲情来关注我明夜峰仗为之事啊！仗为之事与家国大事，在高义看来没什么不同。将军不是既获贤妻，又得良臣了吗？千筒将军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良臣，也是大军的良臣。可惜啊，倘若我是个女儿身，说不定会被父亲嫁给万骑将军。不过现在，我父亲对阿那坏更感兴趣一些。你真是伶牙俐齿，还好你不是女儿身。要是嫁给我明夜峰，我这帐里啊
恐怕永无安宁之日了。倘若有一天能去将军帐中闹个不得安宁，倒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在下不打扰将军，告辞。我白泽一定不会让将军失望的。大哥，你能看见妖啊？这件事情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。洪硕，这个人你打算怎么处置？他为了要置我们3个人于死地，不惜折寿10年，把自己的身体出卖给妖。如此深的恨意，你还认为自己能化解吗？今天所幸是遇到了捉妖师，今后你一个人该如何应对？回去之后，我派快马将那些书信送往兰台，呈交朝堂。好，既然决定了，就不要耽搁。就此别过吧。大哥，弘毅，保重。这。舍不得走啊？不是，我就是有点担心他。洪硕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相信他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大哥，刚才那个人真的是捉妖师吗？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妖啊？贺瑶的武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他突然间功力大进，如果不是被妖控制的话，应该作何解释？可是我明白，解释不清楚的怪事情太多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也很难相信。那你现在相信吗？我似乎见过一个所谓的妖，他懂得迷惑人心，据说是公孙述所化。树也能成妖啊？眼前这些人，这些事，完全没有头绪。我只是担心，你，只要你不乱跑，哥哥就不担心了。知道了。这次一个人跑到历城来，是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吗？大哥结婚了，洪硕又不在，我一个人多无聊啊！你就不怕哥哥担心你啊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也是担心洪硕。长大了，知道担心别人了。洪硕哪是别人啊？上一次我带你来历城的时候，你还是个这么点大的小丫头，转眼间都已经这么大了。那次你只带了我一个人来，洪硕因为这个事儿埋怨了我好久。你小时候就喜欢跟在哥哥屁股后面，不像现在每天就知道洪硕的。你成了亲，成了真正的大人了，我要是再跟到你屁股后面，你不得烦死啊？再说了，又不是我跟着洪硕，是洪硕老跟着我。好，这次回去呢，好好跟你嫂子相处，不许耍脾气了。知道啦，不欺负你媳妇还不行吗？这才是我的好弟弟。走吧。去，你这满身沙土，风尘仆仆，看来此行很辛苦。就当找些事情打发时间了。以贺瑶为棋，此举甚妙。希望如此，他们都信了。亲见此等怪事，不会无所知觉的。你我二人煞费苦心，不就是期待这一结果吗？这一天已近在咫尺了。静观其变，尽力而为。我先告辞了。
还有为故人牵挂。将军，百里鸿轩带着百里弘毅已经离开历城，不过贺瑶中途突袭。贺瑶亲自动手，不知为何。贺瑶真是不自量力，就凭他，怎么可能赢得了百里鸿轩呢？恐怕连百里弘毅都赢不了。并非如此，不知为何他武功大进，百里家3兄弟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，幸亏有人出手相救，才化险为夷。那百里弘毅受伤了吗？那倒没事。继续派人盯着百里弘毅。对了，相救之人好像是捉妖师。捉妖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记得了？借助妖力，固然可以让你强大100倍，但却也折寿10年。你可知道？妖力？你要杀我，却不敢说出来吗？贺瑶，你恨我，无非是因为我破坏了你与狼族的勾结，撞破了你在历城的种种罪行。无凭无据，栽赃嫁祸，派精壮之力，扮山妖数人，常驻千灵坡，截断水源，供我献水之用。你千灵坡水源已通，石南尔部守护不力，需投之以剧毒，供我解除百里鸿硕之用。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你与白泽部首领百诺勾结的私信，我已派亲兵送往邺城，现在恐怕已经离兰台不远了。没事，我跟贺大将军聊天呢。退下吧。你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，便无法无天、胆大妄为，真是愧对于祖宗。祖宗！我以前在邺城，可是贺家少爷，想要什么便有什么。可是姑母呢，偏偏把我派到这个边境小城里，说是要历练历练我，最好得几个战功，以后拜将封爵顺理成章。他说是为了我以后着想，但是这真的太苦了，没水，没粮，没兵没饷，所以我必须有所作为。作为？历城安稳，百姓平安，难道不是作为吗？这些跟我做的比起来，算得了什么？我要钱，更多的钱，这样才不负我来这苦寒之地。你在历城早已站稳脚跟，沿途的客商谁不向你低头进贡？金钱、权力，你拥有的难道还不够吗？远远不够。大幽国和狼族向来不和，我们历城商客远不及其他城镇。这点税金，算得了什么？你为了一己私利，
勾结外族，残害百姓。何瑶，你的贪得无厌，终会断送了你自己。断送？只要我姑母还是太后，只要我贺氏还是大幽国的皇亲国戚，我贺瑶就跟你百里三公子一样逍遥自在，铁证如山。这次连太后恐怕也保不了你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来人呐，在，带贺大将军回府。是。贺大将军，请。何叔，大公子，小姐，府中一切可还安好？一切都好。哟，二小姐2个月不见，瘦多了啊！老奴已差人备下小姐爱吃的菜肴，早就准备好了。还是何叔心疼我。夫人可还好？一切都好。夫人一直遵从大公子的安排，对下人也很温和。可曾有见过来客？未曾见过任何人。知道了。大公子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去准备饭菜了。去吧，何叔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可曾记得我跟你提到的公孙述？公主她不是，但是她也看到了。那她也知道府里有妖啊。好了，此事不提了。你刚回来可不能乱跑啊。去吃了饭，早点休息吧。知道了。去吧。八音见过大君。八音是个不错的女子，多谢大君称赞。从白泽部到舒赤，可还习惯呢？万骑将军是我的夫君，万骑将军喜欢的，我自然喜欢。舒赤是万骑将军的故土，八音自然不仅是习惯，而且喜欢。明夜风，你娶了个厉害的姑娘啊！八音来舒赤之前，白泽部主祭伊九魔亲自交代，务必要将此信亲手呈交给大君。好，好啊！伊九魔主祭决定参加1年1度的祖神祭。如今伊九魔主祭应该快要抵达舒赤了。恭喜大君，今年的祖神祭上有祖神指派的主祭伊九魔。我们舒赤的鸿运，大军的威严，必定像天火一般，烧过整片草原。传令下去，今年的祖祭就由伊九魔主祭主持，舒赤所有的主祭都要听凭伊九魔主祭的差遣。遵命。你们白泽部对本君的忠诚，本君已经感受到了。八音替族人，谢谢大君。夫人，侯爷您回来了。嗯，妾身在凉亭给你准备了一些茶。府中上下可还好？何叔细致周到，一切都安好。我看你近日是清瘦了不少。妾身不曾劳碌，只是一心期盼着侯爷能早日归来。你眼下无清，是睡得不好吗？妾身得知侯爷今日归来，内心很是欢喜，
反倒是睡不着了。独坐西楼眺望天涯，乘飘逸去牵挂。听说你进宫了，还顺利吗？顺利，只是例行问安罢了。太后可有提及什么呀？因侯爷不在府上，太后很是关心妾身，其他的并未提及什么。好，我这趟回来，要进宫处理的事务颇多，府中的事情可能就要辛苦你了。能为侯爷分忧，妾身很是高兴。府里人过冬的衣物你可有准备？我看这天气啊，凉的比以往要早一些。这件事情还需要你来操持。是。何氏为侯府操劳了几十年，你若是有不懂的地方，大可问他。妾身明白。出门数日，积压了不少公务，今日我恐怕要在书房待到很晚，你就不用等我了。知道了。微风轻叩窗台一照，夕阳藏你的笑，多不在初见的听潮，湖面涟漪似心跳，独坐西楼眺望天涯，乘飘逸去牵挂。夜阑叹息，旧心何方？梦里有你在身旁，遇见才知流年匆忙，用余生来记录你的模样。哪怕繁华铺满整座山岗，眼里唯留你的印象。月色朦胧，烛火微亮，描绘你的目光，纸上勾